这是2022年口碑最好的沉浸式恐怖片，国外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同时，国内某瓣上的网友们也给他打了7.2分的高分。本片的剧情围绕着攀岩的主题展开，全程都让观众高度紧张，提心吊胆，简直就是低血压患者的福音。建议有恐高症的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今天的故事。这是一处坡度超过100度的陡峭山崖，极限运动爱好者短命哥正带着妻子贝奇以及贝奇的好闺蜜大美，徒手向上攀爬了数百米。面对随便踏错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的处境，他们三人竟然只带了一条可以简单卡在岩缝中的安全绳。更可怕的是，两人在攀爬的同时依旧没忘了撒狗粮。上方的大美吃了满满一肚子，不由得在内心吐槽了一句秀恩爱死得快。没想到一语成真，短命哥在固定安全绳的时候意外摸到一个鸟巢，小鸟受惊之下猛地窜了出来，吓得短命哥一个没抓稳跳了下去，就这样挂在了悬崖绝壁之上。眼看着固定装置越来越松，最后倒霉的短命哥就这样领盒饭。时光荏苒，1年时间很快过去，但贝奇却始终没能走出丈夫坠亡的阴影，从一个阳光女青年变成了整日买醉浪荡女青年。老父老根实在看不下去，苦口婆心地劝说女儿，希望贝奇可以向前看，实在不行常回家看看也好啊。结果贝奇一点面子都没给老头，直言他最希望老根不要再来管他的事情，永远消失在自己面前，最终不欢而散。不久，贝奇回到了家中，旁边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贝奇低头一看，正是1年多没见的好闺蜜大美打来的。原来是老爹劝不动女儿，干脆曲线救国，请了她帮忙开导。很快，大美就来到了贝奇家里，两个好闺蜜就像当年那样趴在床上聊起了心事儿。聊着聊着，大美就把话题扯到了贝奇身上，说贝奇最近这些日子一点干劲都没有，每天窝在家里吃吃喝喝，身材都走样了。你看我最近又整了个大胆的计划，正缺个助理，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。说完就找出手机给贝奇看了一座电视信号塔的照片。这座塔高610米，是美国第4高的铁柱电视塔。正所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既然你老公的坠亡给你造成了心理阴影，咱就对症下药，再搞一次极限攀爬。爬到顶端后，拿出你老公的骨灰直接扬了，让他真正的魂归天堂。这样老公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欣慰的。或许是大美的劝说起了作用，1年多都没进行攀岩运动的贝奇竟然答应了他的邀请。两人收拾收拾就上车出发了。半路上，大美还把自己的手机递给贝奇，让他翻看一下过去的老照片，找回那个激情满满的自己。没想到贝奇却翻出来一张大美和男人约会的照片，可惜这张照片只能看见男人搂着大美，根本看不见正脸。贝奇八卦心态爆棚，一脸期待地跟大美打听起男人的身份。大美看到照片，脸色突变，一脸尴尬地表示，这张照片太老了，她自己也记不住是谁了。但就这些细节来看，大概率男主就是1年前坠亡的短命哥呀。就在气氛越来越尴尬的时候，贝奇的老父亲又打来电话，可惜贝奇大妹子叛逆期比较长，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了，完全没打算跟老父亲分享自己的行程。几个小时后，两人终于来到了距离电视塔最近的汽车旅馆，想着休整一晚，第2天一早就去挑战高塔。就在两人吃饭的时候，大美的手机电量告急，餐厅里又没有充电插座。就在贝奇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大美微微一笑，只见她抽出2张纸巾，用它隔热拧下了一旁台灯，完事儿把充电接口往里一怼，叮咚，手机立马就开始充电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两人就收拾好装备，向着电视塔进发。身为极限运动博主的大美还不忘拿出手机拍摄起来小视频。两人磨磨蹭蹭走到了铁塔脚下，恰好看见几只秃鹫正在啃食一具动物的尸体。姐妹俩顿时起了恻隐之心，嗷嗷叫着冲上去，打断了秃鹫美妙的早餐，也算是跟秃鹫结下了梁子。至于后果嘛，咱们后面再说。到达铁塔底部，两人抬头向上一看，层层叠叠直入云霄，肉眼根本就看不到顶。更重要的是，电视塔年久失修，很多地方都锈蚀了。目前看来已经算是待拆迁的建筑了。奈何极限博主玩的就是心跳。对于铁塔的现状，大美非常满意，二话不说就带着贝奇开始攀爬。
开始的几百米进行得相当顺利，两人一口气就爬到了电视塔最上端的平台。可到了这里，大美仍不满意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爬到最细的那个尖尖上去，才算是完成登顶。接下来则是60米，完全没有防护的圆柱形塔柱。大美二话不说便继续开始攀爬。倒是细心的贝奇发现，这最后一段梯子螺丝都已经松动了。可惜到了这一步，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，贝奇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大美继续向上。此时的他已经有些胆怯，有意无意地向下瞄了一眼，好家伙，直接吓得腿软了。终于坚持不住，呼喊好友大美，希望她结束今天的登顶。那大美哪能答应，赶紧开口鼓励说：“别看这些梯子晃晃悠悠的，其实老结实了，你就跟在我屁股后面往上爬，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”在好闺蜜的鼓励下，贝奇咬牙坚持，顺利通过了登顶的最后一个障碍——两个巨大的信号发射器，眼看着就要登顶了。大美想着开个玩笑，给贝奇弄点惊喜，站在上面就开始晃悠最后这段梯子。下面的贝奇吓得眼都不敢睁了，死死地抓住梯子扶手，嘴里不停地问候大美的直系亲属。殊不知这玩笑开大了，一晃悠直接把下方关键的一颗螺丝晃了下来。贝奇好不容易稳定了情绪，终于跟着大美爬上了仅有1个平方多一点的顶端平台。站在600多米的高塔之上，汇风合唱，天高气爽，眺望四周，方圆几千米的风景一览无余。姐妹俩顿时觉得豪情万丈，啥烦恼都没有了。当然，作为一个视频博主，大美也没忘了拍摄素材。只见她掏出手机，先跟贝奇整了几张合照，紧接着又拿出了背包里的无人机，开始要给刷火箭的老铁们整一套极限狠活。只见她把手机交给了贝奇，自己则趴着平台边缘，缓缓放低身子，完事又松开一只手，仅凭一只手完成了自挂610米高塔的骚操作。这小视频拍摄完成，她都能想象出自己上热门时的美好画面了。拍摄整完后，大美开心地爬了上来，示意贝奇也来一把。贝奇当时就懵了，什么就来一把？你当搁这斗地主呢？大美当即表示不用担心，说咱俩这不是拴着安全绳吗？你要是实在担心，挂边的时候我拉着你，绝对稳稳的给你拍个狠活照片，到时候你把它放朋友圈，点赞肯定拉爆。就这样，贝奇被大美成功洗脑，咬着牙也整了一张100米挂边的视频。这小视频都拍摄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后一个步骤了。只见贝奇拿出了短命哥的骨灰，也不管短命哥是不是乐意，趁着风向不错，迎风就给他扬了。这里注意一个小细节，在贝奇扬老公骨灰的时候，一旁的好闺蜜大美不知为啥情绪崩溃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下基本实锤了，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就是短命哥本人，全天下也只有女主贝奇被蒙在鼓里。一切都处理完毕，心中没了牵挂的姐妹俩开始策划返程。由于贝奇憋着尿，这次就由她先走一步。大美的帮助下，她开始顺着扶梯往回爬。谁成想，刚下了2个台阶，年久失修的扶梯就原地脱落，贝奇尖叫着做起了自由落体运动。幸亏安全绳的另一端拴在了大美的腰上，她这才保住性命。眼看同伴命悬一线，大美哪敢怠慢，赶紧让绳子绕过顶部铁杆，另一只脚蹬在铁杆上，用力拉起了绳子。在她的帮助下，贝奇总算重新爬了回来。这时姐妹俩才注意到，来时的梯子已经全部崩溃坠落，想要回到地面，只能报警求助了。可掏出手机才发现，这600多米高的地方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。可这不到2平方米的小平台上，只有一把给检修的工人师傅准备的应急的信号枪和一个望远镜。很显然，这2件东西都没办法帮他们脱困。眼看着贝奇大腿上的伤口还在出血，大美赶紧脱下外套，帮他做了个简单的包扎。完事儿，两人就盘腿坐在了小平台上，研究起了求生方案。就在姐妹俩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贝奇注意到自己上塔前发送的视频已经有了不少3连支持。贝奇顿时兴奋起来，这就说明塔下其实是有信号的，他们只要提前编辑好求救信息，再把手机降低到有信号的高度，自然就可以报警求助。只见大美再次玩起了单手悬挂，而她的另一只手则拽着2人的安全绳，绳子的另一端则拴着手机。就这样，手机在600多米的高空荡了几分钟求签，可惜拉上来一看，信息还是没能发出去。关键时刻还是贝奇的脑子好使，
紧接着他又想到一个妙招，他以前看过一个节目叫鸡蛋不要碎，大家从高空中往下扔鸡蛋，只要包裹上一层柔软的缓冲物，哪怕鸡蛋都不会碎裂。于是大美脱下鞋子，将手机塞进去，又给鞋子里塞了袜子，可这样两人仍觉得有点单薄。大美干脆慷慨解囊，把内纱给解了下来，也塞进鞋里，这才把手机丢向了地面，希望他帮自己报警。结果低估了重力加速度产生的能量，手机一落地，当场就粉身碎骨，报警计划也就此搁浅。就在两个妹子拿着望远镜观察手机状况的当口，她们惊喜地见到有人正在附近遛狗。贝奇赶紧脱下自己的鞋子，向着男人的方向丢过去，希望引起男人的注意。奈何男子此时正在打电话，他仅仅是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带着狗子走远了。好在男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走进了不远处的房车里。姐妹俩一合计，干脆等到晚上直接对天发射信号枪，到时候就算是瞎子也能发现高塔上求救的他们。随着夜幕渐渐降临，两人迫不及待地拿出唯一的一枚信号弹，砰的一声发射到了天上，紧接着又点亮起手机上的闪光灯，不断挥舞求救。很快房车司机就发现了他们，立马驾车靠近了铁塔。就在姐妹俩以为自己即将获救的时候，房车司机却灵巧地翻上了他们的汽车，趁着姐妹俩不能下来，干脆来了个零元购，开车就跑，任凭姐妹俩怎么谩骂呼喊也无济于事。眼看逃生机会就这样从指缝中溜走，姐妹俩异常失落。大美为了提振士气，便提议要帮贝奇重新处理下伤口。不料贝奇一低头，恰好看到大美的左脚上纹着数字143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大声质问其闺蜜什么时候跟自己的老公好上了。原来143就是她和短命哥之间的暗号，代表的就是英文我爱你的意思。如今这个数字却纹到了你的脚上，我说那张照片里的手我看着面熟吗？眼看自己的秘密被贝奇看破，大美也坦荡地承认了所有，说她有一天晚上喝多了，不小心犯了一个女人都可能犯的错误。或许是短命哥的活太好了，这一错就错了4个月，直到大美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短命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对不起好闺蜜贝奇，终于在两人结婚前下定决心跟短命哥分手。这也就从侧面解释了短命哥死后闺蜜为何一直没有出现，因为她也非常的伤心，自己找了个角落偷偷疗伤呢。这一聊，一夜时光悄然过去，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，两姐妹也想开了，此情此景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短命哥的骨灰都扬了，何必再为他烦恼？说着说着，大美一低头看到了贝奇一开始掉在下方的信号发射器上的背包，顿时又想到一个办法，在这个背包里放着一架无人机，他们或许可以使用无人机向外界求救。更重要的是，背包里还有水源，如果能喝上水，他们再坚持个3-2天也没问题。说干就干，只见他把绳子拴在铁杆上，踩着铁塔一步一步向下攀爬，眼瞅着就要抵达，绳子的长度却不够了。为了活下去，大美不顾贝奇阻拦，毅然解开了腰间的安全绳，双手抓住绳子末端，用力蹬铁塔，利用惯性将身体荡了过去。有惊无险，大美成功落在了信号发射器上。她忙不迭从背包里拿出矿泉水喝了一口。现在问题又出现了，她要想爬回去，就必须够到那根绳子，但无论她如何尝试，手距离绳子总差那么个几十公分。要说这大美也是真的勇，面对绝境，她丝毫没有犹豫，径直拿出了背包里的自拍杆，用自拍杆上的钩子挑起背包，缓缓地将它挂在了绳子末端，随后自己一咬牙一跺脚，纵身一跃，成功跨越几十公分，抓住了背包。在贝奇的帮助下，她奋力往回爬，就在双手快要勾到塔顶的时候，意外发生。贝奇还以为大美摔死了，吓得涕泪横流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探头向下看去，确定大美还挂在绳子上，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原来大美在摔落的下去的同时，抓住了末端的背包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小命。在贝奇的帮助下，大美终于返回了小平台，但她的双手也因为刚才的事故出现了严重的挫伤，没办法再干活，只能指挥贝奇用眉笔写下求救纸条，放在了无人机上。
他刚准备遥控无人机起飞，去最近的那个汽车旅馆求救，却发现来的时候忘了给无人机充电，而铁塔之上唯一能充电的地方就是铁杆顶部的照明灯。只要贝奇可以顺杆再爬个7、8米，利用大美的灯口充电法，就可以给无人机补充电能。为了活下去，贝奇喝光了最后的水，咬着牙爬到了摇摇晃晃的铁杆顶部。只见他拽下脖子上的戒指，塞进灯口，弄了个简易固定装置，这才把插头塞了进去。由于充电器不是华为的100瓦快充，小小的无人机电池愣是需要充电1小时。可就在贝奇充电的时候，之前他们得罪的秃鹫发现了他，有仇不报非老刁。秃鹫哥不断的飞过来，对着贝奇的伤口猛抓，而贝奇空不出手对付他，只能任由秃鹫骚扰，好几次都差点掉下去。好不容易坚持到电量充满，他赶紧爬下来，操控无人机飞去最近的商店求救。眼看着无人机即将抵达，姐妹俩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谁成想，关键时刻，一辆路过的大货车呼啸而过，直接给无人机撞成了碎片。更可恶的是，卡车司机丝毫没有赔偿的想法，看都没看散了架的无人机，上车便跑路离开。现在姐妹俩手上仅剩下最后一块手机，不甘心饿死的贝奇想让大美拿出最后一只鞋子，他们再丢一次手机试试看。可一旁的大美忽然变得满脸鲜血，摇摇头表示自己的鞋子在信号发射器上还没拿回来呢。贝奇低头一看，这才意识到大美早就摔死在信号发射器上，而他只是把背包拽了上来。之前的一切都是自己接受不了现实幻想出来的。第二天的夜晚悄然而至，伴随着寒冷夜晚的还有呼啸的狂风。贝奇蜷缩在角落里，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着小时候和父亲玩耍的视频，似乎是在做最后的告别。等到第3天白天，贝奇已经完全绝望，他瘫坐在铁塔顶部，静静等待着死亡来临。聪明的秃鹫以为贝奇已经领了盒饭，忙不迭地飞了过来，想要吃一口热乎的。不料贝奇却突然睁开眼睛，一把攥住了秃鹫的脑袋，将他整个鸟抡起来，砸在了铁板上。随后便是拔毛、喝血、吃肉。原来之前的自暴自弃都是贝奇的伪装，就是为了干掉秃鹫，补充体力做最后一搏。只见贝奇再次用安全绳降到了50米下方，紧接着解开了腰上的锁扣，向着信号发射器纵身一跃，成功落在了上面。她抓起好闺蜜大美的手，跟她做了最后的告别。完事儿，用手机编辑了求救信号，塞进了大美的鞋子，最后又把鞋子从大美肚子里的伤口塞了进去。有了大美的尸体做缓冲，手机总算幸存了下来，成功发送了求救信号。不久后，警察和消防员就赶到了现场，将贝奇救了下来，而贝奇的父亲也快速赶来，父女俩相拥而泣。或许经历过这次惊险，贝奇能够明白幸福的真谛，从来不是追求刺激，而是守护和关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